Hello， 大家好，我是 Alden。本期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 DAE 大鹅。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大鹅的手动安装以及基本的配置使用。今天和大家详细讲一下大鹅的配置文件。整体来说，大鹅的配置文件分为6部分，分别是全局配置、订阅配置、节点配置、分组配置、DNS 配置以及路由配置。首先看一下全局配置。tprosec port 指定 tprosec 监听的端口，只是用 eBPF 的，一般来说我们也用不到。tprosec port protect 设置为 true 代表保护 tprosec 端口不受未经请求的流量影响，一般设置为 true 就可以了。show mark from DAE 如果设置为非零，就代表大鹅发送的流量会设置 show mark， 可以用于解决流量循环。log level 就是日志级别了。Disable waiting network 是否禁止网络等待，如果设置为 true， 在等待网络的时候就会去尝试拉取订阅。下面这部分是网络接口以及内核的设置。首先是 LAN interface 绑定 LAN 接口，多个接口用逗号分割。如果你需要为局域网其他设备提供代理，则必须设置该参数。接下来是 WAN interface 绑定 WAN 接口，多个同样用逗号分割。如果你需要代理本机的流量，则需要设置该参数，或者设置为 Auto。 下面这个参数是自动设置 Linux 内核参数，也就是启用 IP 转发和禁用 Send-Read-Less 相关的内核参数。如果启用了该参数，安装的时候也可以不设置 IP 转发。TCP Track URL 是设置检查节点连通性的 URL， 第一个是 URL， 其他可以指定为 IP。TCP Track HTTP Method 是设置检查 HTTP 请求的方法，这里是使用 header 请求，也就是只会获取请求的头部。UDP Track DNS 是设置检查节点的 UDP 连接，如果 DNS upstream 是配置了包含 TCP， 同样可以检查 TCP 节点。第一个是 URL， 其他的可以是 IP。如果主机是双站的，则 IPv4 和 IPv6 都需要指定。Track Interval 是检查的间隔时间。Track Tolerance 意思是当节点延迟差多少会切换节点。Dial Mode 是拨号模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参数，支持 IP、Domain、Domain 加、Domain 加4种模式。IP 模式会禁用流量嗅探，一般很少用。Domain 模式使用嗅探到了域名连接代理，可以解决 DNS 污染，同样也可以加快代理的响应，因为代理会重新解析域名。Domain 模式不会影响路由，也就是域名重写在流量拆分之后进行的，大鹅不会再进行重新路由。Domain 加模式是基于 Domain 模式的，但是不会检查嗅探到域名的真实性。使用该模式 ，DNS 不会经过大鹅。如果 DNS 请求不经过大鹅，则不能使用流量分割功能了。Domain 加模式是基于 Domain 加模式，但是会强制使用嗅探域名重新路由流量，可以部分恢复基于域名的流量分割能力，但不适用于直连的流量，而且会消耗更多的 CPU 资源。以上的4种模式用得最多的应该是 Domain 模式了。Allow Insecure 是否允许不安全的 TLS 证书，不建议打开。Sniffing Timeout 等待第一次嗅探数据发送的超时时间，延迟高的话可以设置大一点的值，如果是 IP 拨号模式应该设置为0。TLS Implementation 是设置 TLS 的实现，这里是设置使用 UTLS 用于模仿浏览器的指纹。下面这个参数就是设置需要模仿的客户端浏览器指纹。OK， 全局模式的全部参数就和大家讲完了。接下来看一下订阅配置。首先订阅将会被解析为节点，然后合并到全局节点池中，可以添加多个订阅。订阅前面可以添加订阅的标签，用于分组过滤节点。同样支持无标签的订阅和本地订阅文件。接下来看一下节点配置，同样这里的节点也会合并到全局节点池，可以直接写节点的 URI， 也可以在节点前面加上 tab， 也是用于分组的过滤。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写法，这样写是代表链式代理。接下来看一下分组配置。分组配置的作用其实就是将特定类型的节点集合在一起，可以添加多个分组，可以指定组名。如果组里面没有设置过滤器，那么代表该分组会使用全部的节点。然后指定该分组选用节点的策略，策略一般有几种： Random 随机节点不建议使用， Fit 固定节点建议使用， Min 最小延时节点可以使用， Min Moving AVG
每个连接都会选择平均延时最小的节点，也是不建议使用。为了避免 IP 乱跳，一般情况我都会使用固定节点。过滤器可以使用 Subtab， 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订阅的标签，同时可以根据订阅中节点的名称匹配特定的节点，也可以直接使用节点名称匹配多个节点。其他高级用法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接下来看一下 DNS 配置。首先大而会拦截所有的 UDP 53端口的流量，并嗅探 DNS。IP version prefer，IP 版本偏好，如果设置为4，但同时有 IPv4 和 IPv6， 则只会响应 IPv4， IPv6 则会设置为空。Feed dormant TTL， 用于设置指定域名的 TTL， 如果设置为0，则代表该域名不会缓存 DNS 查询结果。Upstream 是设置上游 DNS 服务器，目前只支持 TCP、UDP 以及 TCP 加 UDP， 格式是 DNS 服务器的 schema 名称，后面跟 DNS 服务器的地址。这里设置了2个 DNS 服务器，一个是阿里 DNS， 另外一个是谷歌 DNS。Routings 是设置 DNS 请求的路由，用于决定使用哪个 DNS 服务器来查询 DNS 请求。整体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 require 请求，第二部分是 respond 响应，规则都是从上到下匹配的。Require 部分内置了2个出站 ，alis 和 reject。alis 一般是用于兜底，应该会使用上面定义的第一个 DNS 服务器。Reject 就代表拒绝。规则匹配的方法支持 QNAME， 根据域名的名称来匹配。QType 是根据 DNS 请求的类型来匹配。最后要设置一个 fallback 兜底，代表上面的配置都没有匹配的情况下，使用哪一个 DNS 服务器来解析，也就是默认 DNS 服务器。Respond 配置有2个内置出站 ，accept 和 reject。accept 就代表接受该 DNS 解析结果 ，reject 代表拒绝该 DNS 解析结果。匹配方法支持 QNAME、QType、Upstream 和 IP。这里设置 Upstream Google DNS， 箭头 accept， 代表当响应结果来自 Google DNS 的话，则接受该响应。同时可用于避免循环请求。如果 IP 响应的结果为内网 IP， 且请求的 DNS 的域名不是国内网站，就代表 DNS 被污染了，则会重新使用 Google DNS 来请求 DNS 查询。Fallback 是兜底，最后都不匹配的话，默认使用的策略，一般这里应该设置为 accept 接受。这里提供了2份 DNS 配置模板，模板1是中国大陆域名使用阿里 DNS 解析，其他使用谷歌 DNS。如果响应的结果出现了 DNS 污染，则重新使用谷歌 DNS 查询。模板2是所有 DNS 查询都使用阿里 DNS。如果响应的结果出现 DNS 污染，则重新使用谷歌 DNS 查询。要注意的是，谷歌 DNS 这里是 TCP 加 UDP。如果你若有让谷歌 DNS 通过代理来请求，你需要确保你的节点支持 UDP， 否则有可能无法请求。如果不支持，你可以设置为 TCP。最后看一下路由配置。首先上面这部分是预设规则，这一行代表本地的网络管理器的流量应该直连，用于避免绑定万口的时候出现错误的网络连通性检查结果。这一行是用于防止发送到局域网的多波数据包被代理转发。这一行是用于防止私有 IP 通过代理。如果你想访问代理主机的私有网络 IP， 可以修改这里的配置。下面是自定义的规则。首先路由支持3种内置的出站，分别是 Block、Direct、Mud-Loose。Mud-Loose 表示不将 DNS 流量从定向到大额，并继续匹配。Mud-Delete 和 Mud-Migrate 表示不会将 DNS 流量从定向到大额，且不会继续匹配。Fallback 代表没有匹配任何规则的情况下，默认的出站。这里是指定出站的分组，也就是默认使用哪个代理分组。下面这部分是域名的规则，支持后缀匹配、全域名匹配、关键字匹配、正则表达式匹配、GeoSite 匹配，还可以多个规则组合匹配。箭头后面跟着的是出站，可以设置为内置出站或者是代理分组。下面这部分是目的 IP 规则，支持单个 IP 匹配、单个 IP 段匹配、GeoIP 匹配，还可以多个 IP 规则匹配。下面这部分是原 IP 匹配，和 DIP 支持的匹配方法是类似的，你还可以使用 IP 规则来匹配，跟目的 IP 差不多。接下来这部分是目的端口规则，支持单个端口匹配和端口范围匹配。下面这部分是原端口规则，和目的端口匹配的方法类似。
接下来是四层协议的规则，可以匹配 TCP 或者是 UDP 的流量。接下来是 IP 版本规则，可以匹配 IPv4 和 IP66。接下来是原 MAC 地址规则，可以用来匹配局域网设备的 MAC 地址。设置后，局域网不同设备会使用不同的代理分组。接下来是 P 内进程名规则，当绑定 WAN 接口的时候，指定本地的进程名，让特定的程序使用指定的出站。接下来是 DSCP 规则，可以用于绕过 BT 流量。下面这部分是复杂规则的匹配方法，不建议使用。规则越复杂，对系统的性能要求就越高。下面这里是使用自定义的 DAT 文件的方法。这部分是 Firewall Mark 防火墙标记的用法，可以用于将特定的流量从定向到特定的接口，例如 WireGuard， 其实和透明代理的原理是一样的，大家自己看一下实现的过程。OK， 大鹅的全部配置基本上都和大家讲完了，还没有订阅的点一下订阅点赞支持一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